的事情。因为刚才昨天在受访的时候也说了，我们先播了朱雅虎的部分，那他这句话意思是什么？那你就要去问张启凯委员，怎么会拿来问我呢？还有，跟你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不，我说了，第一题我回答过了，就请你张启凯委员的部分，你可能要问张启凯委员才会知道他自己的争议嘛。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华。吴哥好，大家好。好，那今天6月20号，那我相信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对这一天都一直在等的，因为今天中委会那公布那多少席的委员大概进入了3阶，然后包括也会告诉你在接下来投票日子所有这些事情。好，那当然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说，创家。今天就是好了。有人说今天正式开战，其实战争的氛围早就已经开始了。你看，不管是蓝绿，或是霸团，或是白银，所有这些在这过程当中各自出招的一些事情，现在看起来的话，好，从今天开始。算一算所有日子，接下来就是投票日子。可是对蓝营来讲，那当然，我们在媒体上讲过很多次，接下来3不5时，因为前2天是宜兰地检署，那到现在为止有3个地检署起诉，那接下来还有大概7个左右地检署在侦办，时间应该也不会太久。所以对蓝营来讲的话，要怎么样摆脱这样的一个泥道，然后能够全力把要被面临罢免的委员能够全力拉开防线。基本上呢，今天中选会叫做公布审判日，那投票那一天就是这。至少今天在20个左右，审判日是哪一天都会确定了嘛？而这个审判日呢，对国民党来讲恐怕越来越不利。因为先前讲说在审查期间会慢慢降温嘛，可是审查期间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数字和趋势，对国民来讲真的很可怕。刚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特别民调，里面有一些数学系的高材生在操作的一个特别民调，从5席、8席、10席，但是没想到。基本上在民调出来的数据里面，通常偏向蓝白营的。尤宜农的台湾民调，尤宜农昨天讲的13席，这个数字一直上去，然后这里面就会想到整个这个氛围跟国民党过去的完全的所理解的不一样，也叫做我上次讲过8成定律嘛，第一阶段要全罢的就8成过关，7到9成，第二阶段过去的88%，那现在20几个。8成定律如果走下去，看起来也不远哦。可是在这个也不远的情况之下，那国民党更麻烦的是什么？在这个情段呢，林佩祥现在要补件，但是林佩祥对于整个霸团最大贡献是什么？就是他那段时间一个边缘人，让35个团体能够实际会面，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开始做集体作战。所以这个集体作战代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先前当然有些前置作业，但是接下来审判认定了。全面出击，而这全面出击，国民党该怎么办？那这另外一个国民党碰到一个更大的麻烦是什么？就是呢，看起来是一个分区一个分区，但是同一天投票就已经是浊水溪以北，都变成全面战区。那全面战区之后，还有的是外溢效果无限增加。那最近的外溢效果就是曾正乾，那曾正乾出事之后，不会只有曾正乾，傅崐萁出事不会只有傅崐萁，就一路下去。那国民党接下来面临的更大麻烦。就是近电那个有台的民调，那民调里面宣传讲说这是仇恨值，仇恨值高的，可是台北市仇恨值并不高，的赖士葆排第1，那代表什么？国民党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情绪，就是像林涛这种年轻人都有机会出头天，你不走，叫我怎么怀念你？不会啦，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优秀立委要全力投票留下。因为林涛讲过，他会尽量守，因为桃园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桃园有6席哎，对啊。可是你会看到赖士葆这么努力，2阶送件开始，他就开始在打电视广告都出来了，电视广告都出来了，罗志强都出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台湾大好报，对不对？可是就全力在拼了，可是这个氛围你挡得住，一个就是仇恨值，继续升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期待值，期待世代交替的期待值 ，OK， 会让很多蓝军第4阶段再出来，第3阶段投票天气太热了，太阳太大了，所以当蓝军完全没有士气冲出来的时候，国民党怎么保？然后后面一个更麻烦，因为刚刚讲的还有7个起诉书嘛，对啊，
那7棵处置书到投票日的话，1个礼拜出一件。对。那其实内容都差不多，可是故事都会变成大家的谈资。那这谈资里面呢，我就碰到很多国民党的人啊，丢脸丢到家，丢脸。而这个丢脸就是被笑之外，就是丢脸。OK。那丢脸会造成一个什么情绪？对国民党毫无同情。就不想投票。所以在整个情绪里面，你怎么办？你怎么能够吹出来？要来投票，很多他们的人对民进党是不满的。不满，但是这个国民党，我保你有什么用？所以整个国民党的蓝委们现在更麻烦。那更麻烦是另外一个状况是，明天21号战斗蓝又要另立党中央，对不对？另立党中央在龙兴花园，那个就是战斗蓝在另立党中央了嘛。然后另外人叫做什么后罢免时代、后朱立伦时代的提前开跑。所以在这么多综合因素上，其实国民党的这些立委真的岌岌可危。好，那两大阵营之间，包括林涛，包括吴峥两位，来，林涛，国民党我们讲大战略，今天正式开跑。对，这整个正式开跑以后，国民党面临到，因为现在看起来了，好了，大家不需要讳言啦，就都是国民党的委员，那绿委那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了啦。好，我们就看这一块。那如果这一块的话，对国民党来讲，怎么样在大战略之下，或刚刚创价讲说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之下，国民党要怎么样去做这一块防守？基本上看起来现在已经毫无悬念，就是全面的反恶霸防守战。那其实过去1个半月，我们也不会很乐观，就是说啊，这个案件不会成案，或是说今天还有其他案件不会。其实大家已经在做打底，这个我们讲到甚至是向上的这种打底的功夫。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在每一个区，以我们桃园区为例，是以里为单位，在办200到300人，甚至大场是500到600人的宣讲，他已经每一个里都这样子扫过一遍，代表你在陆战，我们在启动整个的爱国者计划，就是大的陆空合战之前，它有一个基础是大家知道要出来投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板呢，因为我刚从这边过来哈，就是我们的桃园最大人口人流最大的南门市场。那今天呢，因为下午这个我们知道今天中选会要上整个的罢免日期，我就先上了一个看板，告诉大家张善政的政绩，还有我们立委在立法院争取的，不管是万美玲还是小牛，都在我的选区，我们一定全力来支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那边拍照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本来想说大家还不知道要投票，结果那些我们支持那些姐姐啦，那些阿嬷啦，都经过都说我们知道要投。我就觉得说，他们知道要出来投票，大家知道要出来投，跟原知的想法不太一样。对，那不同意罢免是不同意罢免。他说知道，一定是投不同意罢免。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讲陆战一步一步的在升温的过程中，确实让我们的好朋友都知道，其实这一战如果你不出来投，他们就有可能被罢掉。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战略的思考在今天开始启动，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各份民调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他的会出去投票的不同意的比例会大幅的上升。因为过去我们的选民觉得，还没成案，冷的，反正到底会不会成案，看起来大家要冷或热不知道。可是现在大家有一个概念是一定要出来投票。来，我觉得你要准备眼药水哦。可是我觉得现在面临到另外一个就是民党跟罢团之间的合作。那罢团，因为前几天媒体有讲说，其实民党中央也有已经下令，就全面启动，对，然后全部都卯进去了，对。对，那接下来呢？刚刚林涛讲说，他们现在已经打到巷战，每个里管你是100的、50的、200都这样做。那民党这边呢？其实也是现在我们就是要全面的动员了，因为这个礼拜我们党中央包含在空战的部分，已经有提供全国统一性的罢免的文宣，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力，然后给大家做素材。那再来是我们的网站，然后包含国民党这31个立委过去这1年来的种种列行列状，我们也整理到我们网站上。那未来还会有更多不论是说影片啦，或者是说这个社群软体的工具啦等等，这是空战的部分。那陆战的话，其实我们有统一全国在罢区的这些民代，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有协调，大概全国超过200面的看板是要来陆续来上架。那也是提醒大家，一旦就是今天傍晚，如果中选会预定了这个罢免投票的日期出来，我们就是全力宣传嘛，告诉大家这一天一定要出来投票，那罢免要投同意。那另外我们在明天就是礼拜6早上10点也会有全国罢区的所有党公职早上10点同一时间站到路口上。OK。对，所以我想不论是在空战跟陆战
战上，我们现在就是宣传的机器整个要全面启动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定的趋势了，因为罢免一定要热战。我们在党中央，我们在评估也认为投票率可能是最后影响这个罢免到底可以过几区的关键。所以国民党迈入热战，那我们选民其实大家不分党派都会受到讯息嘛。国民党觉得要热战，那我们选民看到国民党的宣传讯息也会被提醒到，所以我觉得整个趋势一定是接下来这个月越来越热。那不过在空战部分，当然因为这一次整个罢团他们是占据很主要的角色，所以这一块也要看他们的发挥。但是在陆战基层组织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是蛮有信心的啦。因为其实朱立伦也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因为他叫全台湾各地的国民党党部都要去伪造文书、抄名册，所以现在很多国民党地方党部就被瘫痪了嘛。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占了一个捷足先登的便利啦，因为我们地方党部都好好的嘛。OK， 来林超，对你们来讲的话，就朱立伦党中央有下令做这些吗？那个过程当中，对党中央来讲，一个一个地检署这样出来，你们现在针对这部分到底该怎么？两个部分我先回应哦。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民进党发言人是用酸的来去揶揄这些在党主席，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好好的打这个大罢免战。那我觉得两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如果中选会如果在整个的看起来先送件的，应该会分2天。那第一天当然是这个在第一阶段就已经送件的这些我们讲的要这个全力热战的这些立法委员，一定是首战集中战，因为基本上你守住这些立法委员，你就可以把所有我们的这个城池先守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场。所以我觉得今天中选会对我们来讲是首战集中战。第二个呢，民党说他们已经说协调全台湾200面，难怪会被公民团体骂，所以我觉得今天中选会对我们来讲是首战集中战。第二个呢，民党说他们已经说协调全台湾200面，难怪会被公民团体骂，200面区域除下来，一个区域大概6、7面呐，那在讲说在过程中啊，他们要全面战争啊，这样。我是觉得啦，像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种热情动人，要用这种自私化的说，哎呀，我们就设定个200面，像我们看板都是自己自备，去跟人家借完自己设计完自己上架。因为这是为什么？是为了保护台湾的民主不要被恶霸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第3阶段的动能可能会比较强。第3个我要讲因为民进党林右昌秘书长已经把大罢免跟反共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就讲说反共更有利嘛。反共要去反吴钊燮啊，反共要去反柯建铭，反共要去反这个沈伯洋啊，怎么会是这个过去还把这个共谍案不查清楚，还在把大罢免跟这个反共合在一起？我觉得民众在这样子的一个主轴之下是不会接受的。来，吴真。这个我也谢谢林涛一起来监督民进党的党部啦，因为我觉得本来我们就是宣誓要跟公民团体做最坚定的战友嘛，所以国民党既然也希望民进党要来更积极的来协助罢团，我想我们接下来一定是全力往这个方向走。包括公民团体希望我们帮更多，国民党也希望我们帮更多，我们也希望我们帮更多，那很好，我们就是全力动员下去。那第二个，其实我刚刚也没有酸了，我也是真的觉得说这个国民党有时候操作，其实坦白说，我们真的也是站到了一个等于是渔翁之利啊。为什么？因为像刚刚我们讲的，也不是我们逼国民党党部要去这个抄名册的嘛。现在起诉书都出来，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的宜兰接到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台南也接到国民党中央的指令。那或者又是最近我看这2天有个新闻说，国民党台北的代理党部主委戴习清现在有点不想干了。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戴习清不想干了，但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林涛兄实在是风头很健啊，之前也说戴喜清讲说国民党应该要道歉 ，so what？ 那可能戴喜清主委也觉得说，当个党部主委被发言人这样呛没什么面子，可能也心生倦意了。那这些事情到最后，当然都会对民进党来说，我们好像是默默捡到一些枪了，所以我也是真的是觉得说这是好的发展。那最后还是反共讲回来，这是现在全台湾大家很关心的主题了。那因为
中共威胁台湾的军事力量就是很强大嘛，所以包含像现在还在立法院，下个礼拜可能要来处理的这个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特别条例，那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反对啊，国民党立场就是主张要全面删除啊，那民众当然会看了会觉得担心啊，就人家兵强马壮，为什么不给我们国防这个部门更多的资源呢？所以民众会认为说要反共就是要把这个立法院的结构来改变，让蓝委下架，我觉得这是非常合逻辑的。林涛，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他说没有酸，但是一直在酸哈，那没关系，我们用资料来做检证。其实过去吴峥或是这些民进党发言人一直在讲说没有啦，这是公民团体自己的，这不是民进党自己的。结果后来民进党中央被迫证实，他跟曹兴诚赖总统跟曹兴诚跟这个沈伯洋见面，在讨论大罢免。所以呢，其实洪建义讲的是真话，吴峥说的是假话，还发正式的新闻稿要来打脸洪建义。但是我发现洪建义讲的才是真的呢。第二个部分其实你在讲说整个司法包括检调现在起诉书的内容，我必须说啦，如果是有涉犯个人资料保护法或伪造文书，我们都觉得现在司法在查办嘛。可是会有一个问题是，在3月的时候，我们跟陈玉珍到北检告的那几个案子，其实到现在是没有下落的，也不起诉，已经3个多月了嘛。因为过去国民党最早的这几个案子，就算是最晚的案子，现在都一一在起诉。我们跟陈玉珍3月的时候去北检看告案子没有下文。第二个，徐宇珍跟尤浩也去北检再控告一次，因为尤浩的里面有1000多份是不符合中选会的样本，其中56位是死亡联署，总不可能到现在是死亡联署50几位不用查办，所以我们要讲是说，如果现在的13案都是在查罢绿委的，然后国民党全部被查，罢蓝委的我们去北检 N 次没有羁押没有搜索，我觉得民众难怪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司法双标，而民进党竟然沾沾自喜，还拿这些素材说大家要支持大恶霸，我觉得民众都感受得出来。司法没有双标了，因为最简单就是有伪造文书就办，没有伪造文书当然就办不起来。没办所以我们也支持检调全力来查。的问题就是说，那你国民党现在都喜欢带风向把这个联署书的错误等同于伪造文书。可是我们知道错误有时候是格式不符，有时候例如说南投觉得被签名太潦草等等，那就我们都支持检调去查。可问题就是我们国民党民进党的党部，我们就是没有拿名册出来查，没有这样子动员下去啊，对不对？希望当然有啊，我们基隆那些领衔人不是传唤了吗？那然后包含说，王宏威这个选区，连这个家里爸爸妈妈眼睛看不到，然后帮他联署的民众都被检调传去了。那问题是检调查下来，那显然就是没有去掌握到所谓的像国民党这个样子党部力量介入下去嘛。那事实上我们也是没有做啊，所以这个部分哪有什么双标？有犯罪就被查，没有犯罪就没事，就这样了。那我本来想说，其他4位我们大家要不要去喝个茶？好吧，我跟他一起去喝个茶就好了，对不对？这样子 OK 嘛，对不对？通告费照给，好吧？好，这样怎么样？爽，对不对？哪有这么好的事啦？对，那2个年轻人这样，来，都好，我们直接讲。刚讲到，其实对国民党现在来讲，当你要全面反恶霸，林涛他们现在开始主轴一定在反恶霸，叫做恶霸他们这一块。但问题是过程当中，如果让你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反，那是一回事。但现在3不5时出来，我讲一个地检署不要多了，因为也都各地检署都查办一段时间了。大概次第来讲的话，因为南检最早是5月份，然后接下来你说包括台北，然后接下来昨天的宜兰，大概都是隔不到1个礼拜左右有一个地检署起诉，甚或对。那刚才吴峥讲，包括台南检跟宜兰宜检这2个有讲到党中央，是，所以对党中央来讲，我一面要所谓的反恶霸，我要去打内仗，我还要担心的是会不会有地检署的哪一个起诉出来又讲到我们，那会不会真的来查办这些？这算后顾之忧啊。算啦，因为国民党那个时候在党中央那个主发会还要准备直播嘛，就那段时间就认为说北检来冲党中央嘛，为什么会去冲党中央？因为主发会主委徐宇珍嘛。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我不晓到时候当事人要怎么去解释，就是卢宪义委员，他在3月的时候在网络节目的时候直播的时候讲嘛，他讲到过年期间去找人家。签名嘛，这个很那个嘛，然后那个跟他对，他说那个党中央嘛，也是讲党中央嘛，说我们不用担心嘛，他们会负责嘛。当然你要讲说这个负责是不是说他负责抄名册，当然还不到了哈。可是你从这所有的过程中，你都会看到有党中央这3个字，那未来陆陆续续还会不会有？好，可是不用担心，在7月31以前，
哦，不对，今年不一定有机会，因为啊，那个保护伞已经到8月31，然后9月1号又是新的会期，那个时候罢免的结果都尘埃落定了，然后剩下的是要进入到第四阶段的补选，所以台北地检署怎么去面对这个党中央？那第一关要先看徐宇正，好，所以不用太紧张，这个大概从党中央的事情短期之内不会发生，好。可是这也就是国民党的困境，就是你可以让那个冒名联署的事情拖这么久，拖得有够久的，光是讲这个讲多久？2个月有了，我大概讲了2个月有了，那这个在危机处理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先不讲对错，这些都先不论，就是一个危机处理可以搞2个月，我简直是傻眼，好，傻眼猫咪。好，再回来，你再看这个，其实伪造文书的事情效应会慢慢递减好，因为最重要的一波是黄玉锦如，跟你讲，黄玉锦如的事情有不同的层面。一个是法律上黄立主被受到禁见，对国民党来讲就有一个悲情诉求，因为黄立主在被严压这个事情，我相信对于蓝军的基本的支持者会有同仇敌忾的感受，所以会提高他的投票意愿。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投票意愿的提高是不是要面临到一个瓶颈？他能不能像2024年那样子的踊跃投票？其实所有的关键是在看关键有2个，一个是2024年原来就投国民党的人，是不是这次可以充分出来投反罢免票？那第2个是原来有可能有些人是投了民众党或者其他的，我们讲说这比较游离选票，他们会怎么决定？那这就涉及到回来的就是也是在看国民党处理事情就是大罢免的核心，你可以浓缩成反共2个字，那具象化呢，会在傅昆萁跟黄国昌这2个人身上，也就所有的一切就是说，不论你支持或反对，它会产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蓝白这2个党团的负责人主导了过去1年来的立法院，那这个你接不接受？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支持？支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那罢免方当然就是反对。那傅昆萁，我们傅大总召对于全国的说服力好不好？这个重点就是在国民党，你不可能跳过傅昆萁讲说这是破坏民主。傅昆萁是国民党绕不过的一个坎。那傅昆萁背后会有谁？翁小玲、翁上人、翁大伟。那他在这个1年来的议事主导法律案上面扮演重要角色，那他是不分区啊，那国民党的党中央对他有没有反应，有没有知觉，还是认为翁小玲是对的？那如果是对的，当然就要坚持嘛。我如果是做对的事情，我当然要坚持到底啊，我不可能我是错的事情我才要改嘛。所以后面的纠结会在这些，伪造文书的事情。我觉得高峰已经差不多快那个，大概最后剩下的，比如像基隆啦、新北，那台中跟新北，我觉得都不会超过台北，唯一还有机会创造奇迹的是基隆，那但是傅昆萁这一关怎么过？国民党怎么去大家解释？相信傅昆萁，就跟前几天不是有一则新闻？那则我不知道林涛可不可以证实到底有没有那一块，不是讲说国民党内部有人讲说，因为傅昆萁虽然有争议很多，可是胜算仍在，所以呢这次过程当中大罢免的过程，傅昆萁要担任吸引炮火的角色，就是把所有的炮火吸在他身上，降低其他委员之间面临的压力。对，我就讲。我到现在还是讲这个新闻，你到底要证实一下，国民党真的有人这样想吗？那傅昆萁听了会觉得说，不是，你们不能因为这样把我推到前面去，让箭都射我身上，不要去射岳元之他们，是真的要这样干吗？这则新闻你看到这个，就你刚刚讲国民党怎么过傅昆萁这个坎儿，显然如果这则新闻是真的有的话，那表示傅昆萁说没关系。各位，如果真的觉得当初是因我而起，那就由我来结束这一切，蛮好的。不是，你们要听一下傅昆萁的心声啊！我可以再抢一句话。
你相信傅昆萁吗？不是，他们你要先做好诚意是准备个忠烈祠的牌位。不行啦，忠烈祠何其神圣。看到这则报道吧？我觉得这最近几则报道哈，包括这副总召要当是个收炮火，然后这个戴习清他感觉这个议长他感觉好像有所倦情，其实没有，因为。我前几天才跟戴议长见面呢。哦，你有跟他讲说话这件事？不是，我看他说，哎呀，他们那个要支持说话，他讲说。你有跟他讲说话这件事？不是，我看他说，哎呀，他们那个要支持说话，他讲说，他讲说为什么在这个节目上，才讲几个句子啊？其实他也了解，就是那个对话的过程中，怎么就被这个隔天大家在那边引？其实大家都可以很了解这个对话的原委。所以我觉得现在几则新闻，包括你像傅昆萁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怎么可能他现在是其中一个委员，然后你把炮火放在身上，我们的目标是一席不能少，他至少是其中一个，他不是现在不用选的人，所以我觉得不可能啦。你再怎么样也是一个战斗的团队，直接在党中央有一个空战的步骤回去，不是让特别个别的委员有承担这炮火。OK， 来胜光，刚才讲到了这一块，然后包括林涛讲说举这个看板，包括桃园南门市场，他碰到的人，意思是说他们的热情全部都出来，因为二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二阶的时候，罢团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风风火火，就是包括热情啊，包括创意啊，很多这些。刚刚讲，但是三阶的时候，他们的支持者，我们一直在节目讨论，就是国民党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热情吹出来嘛，支持者。那包括你讲说有面临到伪造文书，所有这样一些事情，创下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国民党的支持者会不会都觉得说，这样叫我怎么会有热情要去支持这一块？但显然林涛碰到的状况解读会不一样，而这些对于他们所有来讲，包括刚才讲到党中央要面临到的所有这些，那当朱立伦在礼拜三，然后直接中常委讲说那个臭伪抄假。他们完全没办法接受像这样的一些事情，但他的意思在讲，是不是有其他的阵营有什么1万份那个什么无效联署，为什么不查？但他并没有针对包括黄旅，包括已经起诉这几个做任何一些的回应。那道歉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问题的一件事吗？我觉得第一个量能是不是提升？套一下徐小新自己说的。没有任何一席觉得他自己安全因为投票率比投票率现在量能不足，这徐小新自己说的徐小新应该是罢免上面也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吧？当然了，他的说法跟林涛的说法就不一样了，跟林涛的说法都不一样了。那当然。量能会不会出来？你可以看到明天的战斗栏。对，其实你说那一场活动能代表什么？它就是在拉国民党基层的情绪问题嘛。就是要把那个情绪拉起来。拉起来的目的做什么？就是投票率。但你从二阶开始联署送案的过程中。你看，每送一个人就说我现在开始要战斗，希望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然后罗智强被送的时候，罗智强担心的是什么？不出来投票，反罢免不出来的投票人太多，都不愿意出来投票啊。这罗智强当时也是回应，你看每一个人的几乎回应都是要出来投不同意票。那事隔1个月呢，大家还在要出来投不同意票，然后只有50%多，怎么样？那这1个月显示国民党的情绪并没有拉起来嘛，就是说那一种情绪拉起来以后，去刺激你愿意去投票的情绪没有出来嘛，仍仅限于一些基层嘛。然后你再看，李来希前几天 PO 的，对，跟傅昆萁，那说他不生气了，那傅昆萁为什么要去见他？其实因为是13号他 PO 了一篇文嘛，就是什么那个 title 叫什么无语问苍天，什么无力发天，无力问苍天。它里面提到一件事嘛，就说我不能要求我的工作伙伴再去支持一个无能的政党，再去支持。
请问一下，李来希有支持过其他政党吗？那指的无能政党是谁呢？然后后面又说大罢免在即，无力回天，那就自求多福吧。这6月13号他发的东西嘛，那你说这一边退休军公教属于什么？国民党的深蓝嘛。当李来希发这个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傅昆萁马上去见他。对，傅昆萁当然他也是身属罢免中被列为一个大家都列为一个也是蛮危险的人嘛。那军公教深蓝的基层能不能晃动？当然对他们而言是不能晃动的盘嘛。所以你看他去找李来希了。李来希不生气的表示他去找李来希，李来希发那个就表示他们的铁票区某种程度可能不像想象当中这么铁，包括要不要出来或什么，而且这些人显然如果照李来希他当初发生的事，他们知道要出来投，但是他不愿意出来投，他也觉得所以有那什么无语问苍天什么什么类似的那些，所以国民党现在第一个怎么把铁票能够巩固住要出来，第二个中间选民或是浅蓝的那些，你要让他知道中间发生的一些事，大家不要因为那些事就不来挺。这个要在1个月，几乎要在1个月以内要做完所有这些事。我觉得基本上蛮难的啦。当然你说大家一直都说蓝营的投票率5成，这5成哪来的？就深蓝已经都 OK 了。大概其实深蓝只是说强化的问题嘛，那根本蓝营的票根本问题不在于深蓝嘛。我一直强调问题在于知识蓝、经济蓝的问题嘛。当然，你每次看到这么多已经起诉了3个党部的人，还包括一个再加1的是民良真嘛，花莲那个利用那个个资去查嘛。那我们都知道，民良真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民政局长个人的犯罪吗？不会嘛？不是嘛？我们都知道他跟谁的关系嘛，跟县长啊，跟傅昆萁这对夫妻的关系嘛。那你一路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打一个问号。就是说，国民党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后续还有，但是你设的断点要设在哪个地方嘛？但是他们没有设断点嘛。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大家看的是你有没有反省。他们不是说我有没有反省，他们指的是，你看北检，你看罢团，他们是在检讨北检跟罢团。但是你没看到他们的反省。我补一句，因为朱立伦党主席他那天在中常会，然后讲说国民党反对这些虚伪造假，我觉得对那些党工情何以堪？你怎么会变成是他们的错呢？你在想，台北市起诉之后，徐宇珍的回应呢？我们党部怎么可能叫他们去抄？怎么样？我真的觉得这些党工，那意思就是都是基层的错。我觉得是真的于心不忍。我说我们怎么可能下令回去抄？我们怎么样？那意思就是说，抄都是地方党部自行决定。我觉得钟小平有伏笔。就像你这边讲的，他不是讲说市党部都不让他接触青年军吗？还有一个是党主席办公室有人打电话。这里面难道党主席办公室不知道过程吗？但是钟小平讲的哦。所以钟小平这一级爆破是还有后续。然后你说连串下来。你只是每一次的起诉，他说效益递减，其实是让他们麻木再麻木。就是说，你第一次看了，这个案子有这么严重吗？需要强制处分吗？5月8号一出来，3块2块，大家在笑说台北的待遇最差，只有饮料水。宜兰是没有规矩的，宜兰有1000到2000嘛，1000到1500。6月16号，6月16号突然发现年轻人在抽烟聊天，老人家在里面点眼药水。大家看到这个情节，我就不晓得怎么想。然后再看到宜兰，宜兰比较聪明，要换不同颜色的圆珠笔，然后要跳着不要连续抄，比较聪明。然后时薪100到150块，待遇最好。时薪100到150块。然后呢，抄
抄了4000份，但是用了1100多份。有好，然后被起诉了12个，其中没有还起诉，没有还起诉，只是在认罪上面希望从轻量刑，他不是还起诉，因为律师的见解是说，因为他们的都有领钱，都有介入，都有抄，所以他们的介入程度跟其他上下隶属指挥不一样，所以走到这一步以后，其实大家在看什么？大家在看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比动员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是比大家里面，我们之前讲那个另类民调，大家拿出现金去做民调的那种另类民调。我说过，他也要看着民进党，在罢免这一个出的力道越强，他可能就会跟着修正。OK， 那相对他也反过来要看国民党，他的反罢免的策略有没有用？如果有用，他可能是下修哦。所以你说另类的赌盘，你看上修的另类民调啊，我说错，另类民调的向上向下。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看社会氛围跟国民党、民进党的作为，那现在尚东刚刚讲的这段就已经出现了，就是包括各政党制，因为这一定是浮动的嘛，它不是一路往下嘛，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从5席到现在有人讲说到10席之间那个浮动，就看各自阵营在这，因为接下来大概就只是这么30-40天，然后看谁能够做得到。青王，你自己闻那个氛围，2阶跟3阶的氛围。曾经有国民党的朋友讲说，2阶那就是你们的天下，他讲你们意思说霸团啦或民进党，因为那只有联署嘛，那只有看得到。3阶那就是我们的战场，所以我们那就因为只有国民党被罢嘛，那就看他们能够各凭本事。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从2阶到现在等于是3阶开打，那个氛围，包括最近出现的这些事情，你自己觉得那个氛围在未来会怎么演变？好，我先这样讲啊。第一个部分，这个前面林道所讲的，说这看起来很热络，但我同意他讲的那个很热络那一块，但是那个是自己的组织盘很热络的状况，也就是那个是自己的超级同温层的状况。所谓超级同温层，不是说哦我是蓝营的，我是绿营的，那个就叫你同温层，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说，那个是你自己的组织里面，所以等于是蓝营中的蓝营，或是绿营中的绿营，你自己的组织可以动员起来那一块很热络。那所以那一块不能等同于说整个蓝营都是很热络的，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个要讲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越来越多起诉书让大家看到的是，大家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一般的民众关心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伪造文书这4个字了，大家看的已经是在这过程中有哪些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很离奇的现象包括前面大家讲到那个点眼药水的状况，你很难想象这年纪大的2个人，然后在抄联署书的时候呢，2个互相点眼药水的状况，这个画面已经到大家认为说这已经可以拿来拍成戏剧效果了。这个画面已经到大家认为说这已经可以拿来拍成戏剧效果了，那这些东西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可是相对的印象深刻，这个留下这种我们讲说是不管是拿来被嘲笑啦，或拿来被讽刺啦，那个只是让本来比如说比较中间偏蓝的那些人呢，他投票的意愿就更低，他就更不愿意站出来嘛，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根本是无法接受的事情嘛。那我们给大家看尤其到目前为止，我给大家看，你光是看这张纸上面，你自己回想看看。光台南、台北跟宜兰这3个案子，你到最后记得是不是就是这件事情而已？在台南的案子里面，起诉了11个人，然后呢，1月20号的时候，国民党党中央的指示，但是前面这一段，我跟你讲，一般人大部分都不记得，大家只记得说，这报酬数字里面怎么会有罢免林俊健的3块钱，罢免王定宇的2块钱，还有一个600块钱的红包，大家最后记得是这数字的部分，想说抄一个罢免的联署书，竟然可以抄到这一份要3块钱，这一份要2块钱，然后还有一个人拿到600块红包的，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拿到这个数字可是大家最后脑袋里面印象就剩下32600这个数字而已。然后另外在台北这个部分，台北其实很有趣的是我后来发现台北的这个谁指示这件事情，在台北的起诉书里面是没有特别提到谁指示里面提到是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吕锦如在1月初期的时候就倡议要以罢制罢，所以台北这一份还跟其他起诉书不太一样。
但是呢，大家记得的也不是这一块，大家记得的是什么呢？是里面原来有眼药水要自备这件事情，其他地方有酬劳，但是台北不但没有酬劳，而且台北呢连在过程中的点眼药水还要自己自备。然后宜兰的案子里面来，你看宜兰到最后大家记得也是这几件事情哦。这宜兰起诉了12个人，然后呢指示的时间是1月22号的时候，国民党党中央1月22号前国民党党中央指示。但是大家记得的呢，是他报酬数字在3个起诉书里面显得特别的高。好，刚刚前面说这个时薪100到150，我跟大家讲错了，这里面的给法还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是分2个超之前这个有几个本来属于黄复兴体系的，这大概是5个国民党的党工。OK， 这5个呢，这个跟等于说利用在抄名册这件事情呢，顺便反映了说，自从黄复兴党部取消了之后呢，油钱也不给了，什么钱也不给了，然后呢，在这里面。这5个人分别拿到2000块到4000块不等，然后拿完之后呢，就是我接下去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接下去就有海鲜可以吃了，他们就到一个海产餐厅去，虽然那是办尾牙，但你会发现他们福利真的比较好。然后抄完之后，认为说都已经帮你这个抄完处理完了，你是不是要给有点意思啊？所以在零用金的部分呢，这些人又拿了1000到1500块不等，所以等于里面有5个人，他拿到金额是3000到4500的这个金额，很明显的比其他地方来得高。那5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我们讲到现在为止，针对太复杂的起诉书内容已经不讲了，到最后讲了，都是剩下这些数字的部分呢。写联署书到底有多少的行情呢？所以当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这对国民党来讲，它其实造成2个伤害是。第一个，在中间选民心里面，这一定是一个伤害嘛？就连罢免联署书，公民团体那边都是自愿来的，但为什么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这么多人要用发钱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偏蓝的选民来讲，我跟你讲，这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这几个地方的党部，你看11个人也好，5个人也好，12个人也好，传唤的证人也好。这么庞大，那我问你，这对投票意愿会不会有影响？很明显会有影响。然后再来，你知道起诉书的内容里面让大家你的起诉书这3份我都看过了，起诉书里面有好几段让大家看的都是匪夷所思啊。什么意思？罢免这个行为大家都知道，罢免本身是难度很高的政治动作。那罢免难度很高，所以领衔人是要有很大的政治决心跟企图心，他才有办法去推动罢免这件事情。否则一般的人工作的工作，上班的上班，带小孩的带小孩，请问谁要去做发动罢免的事情？但是在这相关的起诉书里面，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你知道在这个每一份我都有看。那然后其中包括这一页，我特别把它这个整理下来这黑色就是我打过，大家其实只要看这2句话就够了。这2句是什么呢？这2句这一边一段谈的是李孝亮这是罢免这个吴沛忆的领衔人；这边这一段谈的是张克进，谈的是罢免吴思瑶的领衔人。你知道2段的共同点是什么？2段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只是人头。2个人都认为我只是人头2个人都告诉你说我只是人头，然后我只是出个人头，不知道领衔人要做什么，其他人也没有告诉我要做什么。然后在张克进这一份里面也是一样张克进这一份比李孝亮这份更夸张的是，他只是人头，他也不知道罢免第一阶段要怎么做，罢免规定也不知道，也没有参与罢免总部任何事情。然后如果有记者要问的话，就交给赖以任就对了。你有看到罢免的发动是这个状况吗？这个以台湾的政治史来讲，我想现场大家都同意在台湾的政治史来讲，这样的状况应该是算创纪录的啦。就罢免的领衔人直接告诉你，表示说我只是人头而已，甚至还有人告诉你我过程中我都没有参加。这像是一个高度政治活动应该有的样子吗？不像嘛。然后呢，再来。这更有趣这份起诉书里面是什么呢？这一份起诉书里面内容这块一样，我帮大家直接勾起来了。这个是宜兰这一份的起诉书宜兰的国民党党部这边的起诉书的状况写什么呢？现场直接有党工表明说，不要再像以往抄名册，这样不好，会出事。请问国民党自己的党工知不知道抄名册的方式会出事，有问题？知道党内是有人反映的党内也是有人表达态度的但是大家还是选择继续把它碾压过继续照做换言之，会违法这件事，国民党党工自己都知道，在内部也表达过态度，可是他还是照做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今天都不需要太复杂的论证在起诉书里面，大家就这个罢免联署书这件事情，你去用抄的，到底是对的行为还是错的行为？其实一般人一翻两瞪眼看起来，你们自己都知道所以外界还不需要太复杂的解读最后我只讲一件事这个在过程中天才我这件事情今天出来的就是在新店罢免罗明台这个区域，罢免罗明台这个区域呢，这个闹出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罢免方跟这个反罢免方，罢免方当然是要罢免罗明才的这个公民团体，那罢免方的领衔人这个吴柏伟呢，竟然突然发了不自杀声明就等于在这个
我们讲说刚发生冲突事件完之后啊，就是李正皓事件之后，他发了一个不自杀声明，然后呢，他的脸书账号看起来呢，这个看起来有删文、关闭账号的状况，但是呢，很有趣的是，罗明才在这个时间发布了他第2支的反罢免歌曲，他又唱歌了。上次那一支是拿2只老虎来唱歌，然后今天又唱歌，今天拿无敌铁金刚来唱歌，他唱，对他今天拿无敌铁金刚，开头就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好不好？你用唱的。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这个我们小时候有。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喊21健康，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好，OK， 所以那是不怕死不怕难。对，所以我们终于发现，这个罗明才可能就人生里面他大概有一个潜在的歌唱天赋，他很想让大家知道，所以他透过展现他的歌唱天赋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反罢免的态度。但是在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不管是罢团的动作，然后或是这个我们讲说像罗明才这样的动作，他在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第3阶跟2阶最大差别是什么呢？就是3阶的添柴火的动作，双方都要吹下去啦，也就是双方都要吹高这个人数啦。但是能不能吹得出来？我觉得罗明才唱歌有效没有效？可能很多人看完这几份起诉书内容，看完这些数字了之后呢，这个对于很多蓝军支持者来讲，会不会出来投票？这可能就是很大的变数。OK， 我觉得我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包括最近发生一些事，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譬如说，黄国昌那个在立法院质询的那个示范带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或是昨天正皓那在媒体外面，然后说有被攻击的这件事情，当然到底什么原因或者什么，你要等后续的一些侦办或什么。可是像这样的一些事情，你觉得对未来3届这个大罢免这些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未来罢免3阶会产生的影响，我觉得2个啦。一个事情是说，昨天李正皓他在电视台录影完结束出来被攻击嘛，那按照目前呈现的资讯，因为那个攻击他的人可能是在那边已经埋伏等了2-3个小时，所以那看起来他还开车现场勘察2天哦，最后那天攻击是骑摩托车，昨天晚上他是骑摩托车 ，OK， 那人已经被抓到了，对，那所以他表示说他蓄意犯案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高，但我们要等警察的调查出来。那只是说这种形态会让我们联想到过去，例如说何韵诗他来台湾的时候被人去泼红旗攻击，罗冠聪来台湾的时候被人丢石头攻击。那其实我们看到李正皓、何韵诗，然后罗冠聪这一些他们被这种羞辱性攻击的，其实在政治立场上有个相同点，就是对中国的批判很强力嘛。所以是不是背后有一个力量在运作？现在是要用这种方式去打击这种等于是我们讲说反共抗中的言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很谨慎来去看待的。那至于黄国昌这件事情，坦白说，因为我跟黄国昌过去也有过认识啦，对，所以黄国昌他的状况是这样啊，就是说只要是黄国昌在的地方，那收讯号就会变不太好，对不对？因为就是过去黄国昌以前在时代力量的时候这样嘛，反正当时时代力量内部有意见不一样，黄国昌过去也当过党主席，然后他就会说，哦，那个是长左的意见，你们要去问长左；那是慈庸的意见，你要去问慈庸，怎么会问我呢？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一样嘛，对不对？张启凯说这个是侦讯光碟哦，这个就是朱雅虎的片段，黄国昌说是示范带。那今天早上媒体去问黄国昌说，为什么你跟张启凯讲的不一样？那黄国昌也说了，他说这要去问张启凯，张启凯自己的争议要去问张启凯哦，问我干嘛？而且黄国昌不是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吗？不是民众党党主席吗？整个民众党发生事情，不再怎么样看起来都可以问你，怎么突然到这边就变成说跟他无关了？而且很奇怪的事情是，今天黄国昌讲说他的发言跟张启凯的发言完全是2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但是张启凯说我讲的跟黄国昌讲的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又来了。他们昨天的说法对不拢，他们今天的说法也对不拢，所以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显然民众党现在内部是极度缺乏内部沟通，我才会连续2天说法都不拢嘛。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就是黄国昌在的地方讯号就会变不好，大家就会联络不上，沟通就会很差。下一步就是要透过脸书公开互相放话来沟通了。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这个阶段加入我们在现场讨论是民党副秘书长何博文，来欢迎博文。大家好，来博文。刚才讲到这几个好，第一个，民党这一次已经媒体上我们讲说，民党等于是要全力的动员，而这个动员里面包括
秘书长林右昌是直接要督军花莲，是讲花东的这一块，所以显然你们就觉得花莲这一块在这一次这一仗里面重中之重。好，那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讲的话，好，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另外，刚才其实千王在讲到说，罗明才那个选区的霸团里面突然有那个领先人说发了一个不自杀声明。那当然，刚才其实有跟吴峥聊到说，像那个郑浩昨天发生像这样一些事情。有人解读是讲说，当然你说到底为了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要看最后检方啦，包括警方最后调查的一些结果。可是有人会担心说，这整个大罢免到现在，今天等于正式开打，整个社会的氛围会不会越来越激化？你们会不会在担心这块？我觉得整个社会氛围在变，尤其在花莲。OK， 花莲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过去那种富家王朝动用各种行政手段，可以说是绵密到所谓的邻里社区乡里这样的势力，慢慢的在变了。因为不断有人站出来。我跟大家讲哦，昨天这个林右昌到的这个花莲，他其实是到花莲的玉里，大家知道哦。其实花莲真正比较敢出来表态，大概就花莲市啦，这个吉安乡啊这边，因为这边有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但是花莲的中部跟南部，坦白讲，我们半个民意代表都没有，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对花莲的中南部可以说觉得是一筹莫展。结果没想到昨天我们去玉里，第一个当然是林右昌先去拜这个关圣帝君庙，因为关圣帝君代表正义嘛，那相较于这个有人这个亲中卖台，然后在这个国会里面推动一些毁宪乱政，我们相信有正义感的关公会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好，所以我们先到玉里的这个协天宫这个拜庙之后，接着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玉里那边平常除非是那种高度的总统或立委的这种动员，其实立委都很难高度的这种总统动员才有可能号召很多人愿意站出来参加座谈会，更何况这次是罢免了。结果昨天我们在玉里办一场座谈会。坦白说，就是宣传而已，因为那里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组织动员的能量。结果没想到，满满的人潮，全部站出来。昨天在现场至少超过200位以上的民众，而且这些200位的民众，我们后来在拍照的时候，他们都完全不惧怕，他们说：“来，我们就这样，没有人去闪去躲，大家就是站出来。”那我觉得这股氛围会感动很多的花莲人，觉得这个金家爱和变啊，这次真的要翻过去。这一次如果再没翻过去，这个花莲真的没有机会，就永远是富士王朝那样的一个架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花莲过去我们都认为说只有花莲市啊，这个吉安乡或者是北部这边比较感动，我们发现中南部其实现在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再从这件事情去看这个新店这一区，新店这一区昨天那个吴柏伟站出来发表不自杀声明，坦白讲，吴柏伟这个领衔人。他过程中对于整个的这个罢免团体的这个参与等等，他也都是我们也看不出有任何的异样。我觉得他昨天是真的累积了很多的情绪，这中间可能包括明的暗的，或者是这种威迫利诱，让他觉得已经是受不了了。他昨天才站出来，他一度那种感觉，他的情绪是非常的很压抑，然后整个爆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我坦白说，我要跟那个吴柏伟先生讲，其实你这样的一个状况代表怎么样？代表这个罢免的活动已经让罗明才真正感受到威胁了。你知道我们当时在1届、2届公民团体在联署的时候，你有看到罗明才什么出来还唱歌吗？他已经编第2首歌了。他之前是根本完全冷处理，他连理都不理你，他觉得这怎么可能？到昨天他已经出来唱了，唱这首《无敌铁金刚》，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和恶势力来对抗。要罢免，罢免大成功。他昨天已经开始来编这首歌了，好，你有改词，跟他唱歌也不一样，是我有改词吗？不知道这发自内心反射。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动作都可以凸显说真的会急。我坦白说，如果新店那区是铁板一块，然后罗明才他也觉得就像过去你们根本动不了我，他也不会编歌曲。也不至于各种明的暗的，我不是说罗明才去恐吓威胁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可能这个很多支持他的人或怎么样，有一些明的暗的这个势力不断的对罢免团体施压，所以我觉得柏伟先生昨天虽然发表不自杀声明，他感觉内心非常的这个难过，但是我觉得不要悲伤，不要失望，这个我认为反而是一个好的开始，表示这些邪恶团体真的会怕。林涛，第一个。罢团发不自杀声明这一块，你等一下有机会，你也可以唱一次
那个无敌铁金刚，好不好 ？OK。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刚刚讲霸团，讲到花莲，花莲对国民党一定也是重中之重一区，因为是总召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博文所提到的那个，包括在狱里所有一些氛围，然后你自己对于花莲这一席，你们会怎么样看？刚才除了从不自杀声明一路拉到刚才讲到说，譬如说正好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再强调一次，最后的原因或什么，你要等到检方的调查。可是有人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讲说是不是过程台湾整体的氛围上腥风血雨的时代真的来了？我分2个层次讲，好，2块讲。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暴力行为，不管他对蓝、对绿、对任何民代，我们都是非常不支持的。所以今天李正浩遇到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不应该要这个助长大家的情绪。那至于呢，就是说到底他是背后什么原因，我觉得正待调查嘛。可是我们刚才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直接讲说是因为反共，警方还在查，你就说反共，是因为反共的关系，所以因为李正浩平常都在讲反共，所以去攻击他。我觉得这有点是近代检方的调查啦。我也觉得这些暴力行为不要出现。说真的，我们每一天的本专。甚至接到死亡的威胁，我们也全部都送地检署，就直接请警方送地检署。这个真的不要让台湾充满仇恨，台湾充满暴力，任何暴力都应该谴责。那我必须讲哦，其实武哥刚才说到花莲，确实我真的要回应花莲这一块，因为呢，这个我们看到林右昌秘书长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花莲，他已经去花莲很多次，代表他希望说是由花莲这件事情来撑他这一次在整个大罢免的任务嘛。可是我真的觉得林右昌秘书长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曹新成都跟他吵架啊，吵架又说，那林右昌又表达说他觉得不应该大罢免，结果曹新成就说你不行，那我去找赖清德谈。那果然曹新成就直接跟赖清德谈了。那所以这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会变成说他去花莲。去几次的感受，跟他过去对外表达对大罢免的态度是有汉格的。这汉格让他为什么去了这么多次，还没有办法从花莲点火种？我觉得是第一件我们要值得关心的事情。第二个因为刚才提到霸团有被这个说不自杀声明，我真的觉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警方也要介入保护。所有的民众有遇到威胁都应该保护。那暴力我们是超级觉得就是不应该的。那可是真正要害怕的人是谁？之前在基隆一般的民众去签署不是霸团领衔人哦，他早上6点去备案门铃一般的民众结果保护部说是因为你们基隆生活习惯，所以我提早去按门铃。会让人家觉得现在不是说我们这个蓝营要去欺负什么，不是，是在府院党都已经宣示资源，甚至连司法都有感觉到让人家有介入的情形之下，我觉得一般的民众或在野才是应该会怕的吧。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讲到这个时候就讲到这个最后的一个部分，罗明才，我是觉得罗明才委员很有特色啦。因为大家现在就把这些你知道吗？各种 idea， 只要有让我们的选民知道不同意，你知道刚才那个何伯文秘书长、副秘书长他是改成同意，但其实他的原句是不同意。我觉得朗朗上口啊，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嘛。这本来选举各自有梗嘛，所以我觉得他唱第2次了，我会期待他唱第3次。为什么？因为其实朗朗上口最大的关键就是。今天中选会公布那个日期，大家要去投票。林涛，刚才伯恩中间有一句话讲说，会要改编歌，会要做这么多，是因为怕了，是因为觉得说真的可能会被罢掉，是这样吗？我是觉得每一个立委不要觉得就是说自己是安全或危险。本来在选举是说真的，如果不是罢免案，我们在做选举本来都要以最严峻的状态来面对嘛。没有一个选举的人说我温调温调的是温危险的，所以如果他在现在这个程度就开始操兵，把所有的这个热情点起来，对他来讲，我觉得是好事。来，伯恩要回应吗？要罢免，罢免要成功，我觉得很顺啊。我证明他觉得哪里不顺。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有一些，我觉得罗明才唱比较顺。OK 啊，那我也尊重你那边。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小事不要刻意去放大。我坦白说，不要说罢团啦，这个我相信国民党的内部开会有时候也难免大家意见不合，那意见不合也不需要去被放大成这个样子。我们跟罢团之间当然会有很多沟通的机会嘛，那沟通不见得。
我们如果跟霸团的意见通通都一样，那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团体，更何况同一个团体也会有不一样的意见。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被放大，但是那个完全是小枝小节，完全无损于大罢免这样的一个让国会正常化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特别要提醒的是其实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们刚刚不是也有讲到宜兰那个这个等于是伪造联署书吗？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国民党目前为止还是欠社会一个道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联署，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道歉，然后每天只是告诉大家什么要什么要不同意，要不同意。那你先告诉大家，那你过去伪造这些联署书，你造成的这个对民主的伤害，国民党是不是应该要表达一个歉意 ？OK， 专家，其实大家都对所有的暴力行为一定都是强烈的谴责的这些状况。那只是说现在看起来，其实二阶联署的过程偶尔出现有一些包括小冲突啦或者什么之类，其实中间也有很多都已经去告了或者什么这些。那用司法解决，基本上所有争议要用司法解决 OK， 但是怕的就是不是用循司法的这一块。所以刚刚讲说，大家会特别在乎说郑浩昨天的一些的事情这些。那为什么我会在乎整体的氛围这些问题？因为这次大罢免成功与否的定义，大家也讨论过非常多。什么叫对罢免来讲，什么叫成功？对国民党，什么叫做守住了？这些那有人用6席，最后4阶有没有6席？用这些数字所有那些，可是这些在过程当中，结论你不知道到底最后结果怎么样。但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台湾社会要面对到的冲击，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现在越来越热了，火气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个氛围其实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从2阶开始，你就看到有些冲突，有些对骂。然后当然后面有什么状况，但这里面有个状况是，那可能跟当事人无关，但是一些比较积极的支持者，没办法，无从处理，才会变成是情绪发泄，就是我现在救不了，无从处理，所以情绪发泄。那情绪发泄是什么？因为这一场的罢免，我们都上义夫都讲过很多次嘛，没有对手，所以他们叫找假想敌，因为只有找到假想敌，可能去巩固一些基本盘的出来，因为只有用仇恨才能够拱恨，所以他们现在的状况就会变成是我没办法讲，我讲不出什么道理，党中央也没给我什么道理，这个候选人也讲不出让他们觉得可以有振奋的道理。但他有些真的人就是有人挺嘛，这是合理的嘛，那他们怎么办？情绪发泄，情绪发泄就是找假想敌啊。那找假想敌，你会看到的不是几个，是包含沈伯洋的事件，难道不是也是往这边推的吗？然后整个李正浩前一段时间不太也在跟王宏威，他不是有人对，所以他就变成是假想敌，所以假想敌之后，这情绪就会爆出来，而这爆出来之后呢，那民团呢也会觉得我只是个小百姓啊，你是大有人物那种冲突，所以后面在投票之前，如果你就不处理掉这个冲突，不把它小概按下来，那种情绪是会变成是投完票之后，不管怎样还有4阶，最后的结论是在4阶。如果4阶之后白忙一场，那赖清德后面就很麻烦了。对。但是如果4阶之后，国会结构有改变，那个改变之后，那当然就是其实民进党要更警惕，因为你到时候是全部负责，因为如果真的改变结构，连黄国昌那8席都没用了。民进党要更警惕，因为你到时候是全部负责，因为如果真的改变结构，连黄国昌那8席都没用了。那所以就是完全的，所以其实这场战对民进党来讲，看起来好像是胜利，其实民进党一个赢得战役未必赢得战争，这也是一个很麻烦。这国民党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国民党现在不要讲说要道歉跟全民道歉，那些党工多让人感动啊！这样子一个党，我好怕你后面要讲什么。你讲到这种感动，通常是反话的感觉。不是我就是文山区啊。那里面有多少？国民党搞了这1年搞成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你说很多人还有这么多认真的党工我帮你提点眼药水。现在人工泪液有些品牌是缺货的耶，他们真的是很辛苦的耶，帮你党工，对不对？那些党工还将帮你，尤其是宜兰让人最感动的是什么？真的是有训练的单位，抄完之后一本放在办公桌上，求主委来验收。你看这是多么有纪律的单位！你国民党对这些无辜的、无奈的、
被卷进去的，有讲一句话吗？党中央都没有，党主席都没有。然后当然了，另外一个是烟酒公卖局是找到了可以的代言人，因为有烧香有保佑。可是上广现在看起来的话，好，中间几席大家特别关注，你刚才特别提到像乔欣这一期嘛，对不对？OK， 那为什么跟曹新成之间刻意大家要把那个辩论拉出来，台面上讲的风风火火，但是看起来这场最起码就双方各自校正的看法，应该不会吧？你说一定要叫他到你那个电视台，你说他一定要什么什么，就是大家好了，讲白一点，大家都各自拉到自己主场，是这样吗？可是显然对于徐小新来讲的话，他的做法是告诉所有的支持者，他是最危险的，而他是绿营，就是要打掉那些，是把他的危机感，把他的那个重要性，等于让所有的铁杆全部都去挺他那一块吗？那尤其最近海鲲号的事情，你说海鲲号，海试，那所有人大家都非常开心，看到海鲲号那海试的过程。那陈友出来讲还是好事，但是他讲说海试一开始不代表就一定成功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因为今天再加另外一则新闻，因为今天又是媒体上讲老共的飞机在扰台的过程当中，今天又非常非常多，你把这些都摆进去，那再加上陈玉珍委员讲说，如果两岸真的怎么样的话，像金门这边他们就跟对方谈，陆委会就出来讲说，不管暂时平时你都不能去谈，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谈。可是这些当把这些因素全部都摆进来，再套上一个罢免的主轴叫反共，所有这些的时候，那对国民党来讲要怎么样突破这一块？我觉得基本上这一块，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一次的罢免是反共剿匪嘛，罢团喊出来的嘛，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你看国民党里面有多少人说每一次打到最后就是抗中保台，那国民党知道打到最后是抗中保台，当然国民党每次都往那里面钻，林祖嘉大陆事务部去那个海峡论坛。马英九去海峡论坛，然后明天看到那个去上海闹很多笑话的馆长，那个海报站 C 位，好，然后一连串的事，然后后面郑正前又被告发，好，然后传档案，他是说墨宝，那告发的人是说传档案嘛，好，然后。刚才林涛特别谈共谍的是那林月龙的事情，也牵扯到的是谁？那曾经当过哪些人助理？所以他不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单一，但是你把整件事串起来看，你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这样。那陈玉珍过去说过，对岸不是外国，大家就很惊讶。不是外国，那是哪一国？如果是本国，那统一派嘛，等等的问题嘛。那本国，所以如果对岸不是外国，是本国，那台湾海峡叫内海了。所以要修那个禁止水域区，要交给那个海巡条约第29条，海委会海巡。你一路下来看，就是说你明知。打的主轴最后是什么？那你明知就是要往那边钻，陈玉珍如果暂时他要去谈，你代表谁去谈？你代表金门县，还是代表台湾所有人民，还是代表什么人？不知道。然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所谓的副委托，你要必须经过中央委托，那你凭什么谈？暂时，如果真的打起来叫暂时，暂时要怎么谈？就陈玉珍一个人可以代表去谈吗？你看，我们都看过嘛，乌俄战争，然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然后现在又跟伊朗，要谈都飞到第三地等等一些有一定官方中央职务的人，派去谈，具有代表性。陈玉珍具有什么代表性？所以你何必？我就说国民党何必留下这么多问题？然后，当然徐小新对浅见的事后面做了很多解释嘛，很多解释。但你回过头来，当初马文君主张
将近20亿全删，哦，然后徐小新是留2亿，其他全部冻结，然后还逼到朱立伦出来，不是讲话说潜舰不要动，潜舰不要动啊！各位都还有印象吗？老百姓这个是最直接听得懂的。那时候闹得很大嘛，然后不要动不要动啊，潜舰预算最好不要动，结果改动50%不删嘛，只动50%不删嘛，就等你海测结束以后，那个你要第2艘的时候实得动资嘛，等等的问题嘛。那不要忘记大家只记得一起来浮起来就给钱，浮起来就给钱。然后现在事后的解释跟之前的审预算那种画面，你说哪一个比较有刺激？对选民来说，那个是一个具体画面在那边刺激的，那个嘴脸，那个手举起来，那一个站起来那个嘴脸，跟你用你在那边讲这个海测有分什么啊，有分什么什么，那个对比来说已经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就好像你问一般人民说那个中指是为什么比，其实大家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画面、那个形象，在议场前面比中指的那个形象了，所以有很多东西根本后面的解释都没用了，因为那个形象的问题。对啊。上光，您刚刚讲的，林涛要不要先针对上光讲这一块？第一个，在反共变成这一次，刚才其实不管是博文或前面吴峥都有提到，他们现在的口号都已经列出来了嘛，就是把反共摆在这。刚才讲到海鲲号这些，因为这跟国防有关系的，一定也会被拉到跟什么反共啦、什么什么会有关系。然后上光刚再加一个画面的影响力，绝对大过单纯的一些的文字。那我记得是民进党的来宾都讲说，接下来他们都已经把所有的那个空战里面所有的画面，全部都弄好像小新的那个刚刚讲那个，对我们刚才旁边也有那个画面了。那些对你们来说，然后这些再把反共搭上，你们现在到底要怎么突这个？基本上这几天呢，当然上攻的这个我是尊重，我只是说最近的民进党传出来的新闻，都是认为沈伯洋这一次他家族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中国台湾做生意，其实有可能是这个大罢免的破口之一。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过去我们在讲说，把所有的公务人员要来清查有没有这个相关反共的这些机制，我觉得都很赞成。但我们知道，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什么时候要查？连林佳龙都说，过去确实这些案件是对外交有伤害的。那什么时候才要查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嘛？这反共啊，共谍就在他身边10年啦，然后在他任内断交8个邦交国啊，这反共谈得起来吗？第一个，第二个呢？为什么沈伯洋跟这个柯建铭这件事情上也会打回去？为什么？因为过去柯建铭的儿子他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沈伯洋的父亲直到今年的3月11号都还在做生意。那你高举抗中保台牌，你就不要高举抗中保台嘛。那你不能一手抗中保台，一手又在2013年向中国海关总署申请中国台湾做生意。我觉得台湾的民众会有一个感受是，那你为什么不抗中保台到底？那民进党的支持者也会觉得，就是说，那你好像伤害到这些过去支持你抗中保台的这道德感情。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流程说到现在，以海鲲号为例。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很支持台湾国防现代化法案。OK， 那因为这个海鲲号第一艘它可以完整之后，后面的350亿到500亿钱要拨出去，大家在这个把关人民纳税钱才会觉得这个钱是用在对的地方。而第一个的 prototype 它做了，而且可行，我们继续来拨款。所以国民党从头到尾都是支持台湾的国防，民党要用这一点来做攻防，我是觉得到最后真相会越变越明。来生哦。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共谍、亲中等等的问题其实台湾社会里面是长期与民进党跟国民党形成一个对比，是看你国民党里面从头到尾，美国众议长来发动演习，你副主席还是坚持要去，上一次的联合巡演的时候，围台巡演他还是要去。然后马英九去了中国参加海峡论坛，还盛赞习近平。其实社会上是没错，我也同意刚才讲的说，沈伯洋被质疑，我也同意，可以被检视，我也同意。
但是问题是，社会上是长期看这两个政党，长期看这两个政党的问题。我同不同意？共谍案吴钊燮是不是应该负起政治责任？我也同意，民进党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你毕竟世人不明，你用的人，连林佳龙可能对外交都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不需要负担责任。这个是我觉得也可以检讨讨论的事情，都可以。但是你是放在社会上，社会上如何看待这两个政党 ？OK，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一两个事件看，它是一个累积的。所以你国民党必须去检讨的是，对民进党偶尔有一两桩，有3、4桩，但是你们是长期以来造成的社会的一个想法，跟对你的认知。而你有没有去改变这个认知？来，那个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哈。我要这样讲哦，第一个，好没创意的口号，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找霸团帮你们想？我们这个开场前先讲一下这个，就好像你要唱一下无敌铁金刚啊，因为无敌铁金刚开场啊，罢免不同意，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哈。好，来。我先讲吴钊燮的部分。吴钊燮假设他真的也有相关具体的事证，我认为检方一定也是办，因为这件事情是严重的，我没有任何人可以盖得住这个东西。第二个，我们的党工不管他什么过去这个资历多深或怎么样，我们的党工涉及共谍案，第一时间检方侦办甚至起诉之后，我们地方党部第一时间立刻开闸开除，表达立场，然后我们的中评会立刻追认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程序是已经完备了哦。我请问林月龙是不是你们的党员？你们对林月龙做了怎么样的处置？我认为国安国安当然是有一些破洞，所以我们现在要补嘛。那现在要补，如果说国民党真的觉得说哇这个东西你们要更积极，那很好啊。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个国安法案，你们在程序委员会给我们挡了400多次，那请问？那你们到底同不同意把这个国安的漏洞补起来？所以不要说一套做一套。我们是真的这样，就是说，当然有一些我们的党工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立刻开闸表达立场之外，我不要说别的，连我们党部在第一时间，觉得这个事情严重。虽然我们不是什么行政单位，但是我们内部也做了更加严格的控管，包括出国申报，包括你如果在境外接触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国人士等等，你回来都要申报这些东西。那我的意思说，我们做了这些，请问你国民党做了什么？你国民党只是在那边喊口号，在那边质疑。那我如果我退一步讲啊，如果说真的检方有任何事证，我相信办到多高的层级，民进党上至主席，下至任何的党工，没有人有办法包庇他。包括你如果在境外接触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国人士等等，你回来都要申报这些东西。那我的意思说，我们做了这些，请问你国民党做了什么？你国民党只是在那边喊口号，在那边质疑。那我如果我退一步讲啊，如果说真的检方有任何事证，我相信办到多高的层级，民进党上至主席，下至任何的党工，没有人有办法包庇他。你要回我简单回应就是林月龙他是一个市议会的助理啦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国家安全机密跟这个他是你们党员，他是你们党员。是啊，那他被开闸啦。朱主席在中常会直接宣誓，如果涉及共谍案，他就开闸了。OK， 所以你说国民党没有动作，我们也开闸。第二个，他是一个市议会的助理。跟吴钊燮他是国安会的秘书长，然后涉及国家机密，现在在北检侦办的4个案件，是真的送洋纳粹的那个人开闸吗？真的把中共的这些资料透过吴子琪的 App 传给中共了。所以你要把这2个案件拿起来对比，我是觉得民众会觉得说，一个市议会的助理要拿什么通讯录，跟国安会的秘书长他要这个出卖这个外交的这个策略，他的秘书，我是觉得这2个案件拿起来放在一起比较，是鲜有这个落差啦。我补一下，林涛讲的是事实，因为国民党真正的正蓝军都知道那4个共谍的危害性。跟林月龙比起来完全不一样，因为国民党吃过一个人亏，那个人叫沈安娜，蒋介石的打志源14年，这种位阶多严重。可是为什么社会上民进党有个林月龙
就马上转移了，就是义夫讲的，大家长期以来一个最反共的政党，现在变成为最亲共的政党，社会上的认知是如此。所以国民党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讲他们的口号很熟，但是我跟你讲，至少他们的支持者会被吹票出来。我那么讲一下，吴钊燮的事情是被渗透，国民党的问题是带我们往统，会被怀疑啊，对啊。那为什么说就要带着我们往统一的路走？就从马英九，就从傅昆萁，否则你要告诉我说，马英九、傅昆萁现在所做的事情不会往统的方向走哦，所以国民党要搞清楚，大罢免吴钊燮的事情会在什么时候才会有用？第4阶段，可是在第3阶段，你们的31个立委不要，反正最后有20几个要投票，第1阶投票嘛，他们所面临的第一关是傅昆萁，3阶跟4阶是不一样的，对吧？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白银的支持或者黄国昌的主席能够带动多少人，一定是很重要的一环。可是最近出现的一些，譬如好，我们讲说像那个示范贷的问题，是那示范贷，因为你跑司法这么久，示范贷的这些问题一路延烧到现在，为什么刚才吴承恩讲说，那对于今天张启凯委员讲的，然后黄国昌也讲说，那个张启凯你们要去问他，对他确实这样回答，而这整件事情的争议。会让包括，因为是黄昌委员在立法院拿那个质询的嘛，这个的延烧对于整体这个罢免，不管叫仇恨值也好，叫动员力也好，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我觉得这只是在加强寄存的立场。就是说，以示范贷的事情讲，如果是对本来就支持、信任柯文哲的人来讲，他就加强他寄存的立场。对于已经不信任柯文哲的人来讲，影响不大。已经影响不大了，因为柯文哲不是一个新发生的事情，它是一个差不多1年了，因为去年的8月的开始嘛，快1年的事情，它只是加强寄存立场，那它会不会影响到信任感？不会，但是你会觉得很好笑，比如说我在看那个2分钟的2分钟他剪接的嘛，然后讲那个女检察官的声音嘛，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说，那个声音如果是恐吓，那黄国昌的音量怎么样？我会这样子想，就是讲话声音很大嘛，但是你会说，你如果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个就会比较具体，那个你检察官的声音很大嘛，然后后面就说朱将军嘛，那个声音就下来嘛，我第一个想到说，哇，那如果那样是恐吓，那黄国昌的音量怎么办？那算什么？那叫咆哮，这咆哮不是恐吓哦，所以然后那个最尴尬的会是谁？会是法官啊，我的法庭被这样子搞，法官会喜欢吗？对于柯文哲有利吗？那因为我自己跑司法，我知道说，如果有好几个被告或证人被检察官威胁利诱的话，起诉了以后，难道没有人会出来投诉吗？因为这个当事人一定感受很强嘛。好，可是就政治层面来讲又不一样了。对黄国昌个人来讲是赚大了，他那个旗子竖得很清楚嘛，就柯文哲嘛，然后呢，他是最反赖清德的人嘛，他的养分、他的根在哪里？会在很深蓝的那一块，就越讨厌赖清德或者越讨厌民进党的人，会越喜欢黄国昌。台湾民主党的未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肯定他到底会能够在这个台湾的政治史上会存在多久。就黄国昌来讲，在可预见的未来，他还会活得蛮好的。OK。但是对于大罢免有没有帮助？对蓝营有没有帮助？他本来就是同一块同温层的人，他有没有扩张性？他有没有扩张性？对，我那么讲说，要出来反罢免的人，在不同的民调看哈，因为个别民调可能有些误差，但是你把所有的民调看出来有一个大趋势，那个大趋势是什么？蓝军或者蓝白的那个出席率到了一个瓶颈。他如果有一个好的诉求，有一个大的感动，那大罢免的3阶的结果可能会跟你现在想的不一样哦。因为两边都到了一个瓶颈。可是罢免方的出席意愿真的很强，反罢免方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他有2成曾经支持他的人，他也许不支持罢免，可是他也不出来投票。不过现在看起来，
如果讲说黄国昌主席在最近的这一连串一些事情，东豪的解读是最起码对他稳赚不赔。不管你们讲说什么北检有没有分他之案，那都小事啊。对，他也跟你讲说，他从以前到现在被告什么，他从来也没有输过，他也不在乎这些。可是这个放到整体，在整个政治氛围里头的时候，尤其对蓝营现在一定是希望多一票就是一票。对，而那个多一票，相对有人会讲说，因为黄国昌总召过程当中一直是被讨论仇恨值比较高的其中一位。那最近所有这些。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仇恨值再拉高，然后我又塑造了跟赖清德之间是对立的第一品牌，用这样的方式去帮白营或帮蓝营吗？这个我的看法稍微不太一样的。我觉得2个部分，第一个是黄国昌这一件事情哦，他一方面是把这个等于说对于罢免方这一方面来讲啊，黄国昌这件事情等于是让大家多了很多讨论的事情，因为黄国昌把自己完全绑到蓝营那边去嘛，所以蓝白绑在一起了之后，对于要罢免这一些人来讲，在讨论黄国昌事情的时候呢，大家就认为就是这一定要罢免。所以罢免不到黄国昌，但是罢免到国民党立委是一样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就变成之前我们在讲说罢免傅昆萁等于罢免叉，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罢不到黄国昌，但是你可以让黄国昌这个在立法院里面支持他的人少一票，所以这是同样的感觉，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发现黄国昌这件事情有趣在呢，他2个部分，第一个是黄国昌的讲法跟这个张启凯讲法真的就是没有对在一起，非常的奇特哈。你看黄国昌讲的，你看他很坚持，他讲的就是示范带，他很坚持他讲的是示范带，他一直很坚持，而且他还说。他是亲自做的，虽然我不知道黄国昌有那么多美国时间是亲自去做这袋子的，因为这个东西还要再剪辑，然后一段段去看，不是说他能力做不到，而是他有那么多时间自己亲自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很坚持，他是亲自做的哈，这是一块啊，针对那个侦讯的内容啊。但是呢，你从这个张启凯讲的内容里面，他是在影片中讲得很清楚哦，他说把整个柯文哲案检察官讯问的光碟仔细听了好几次。然后呢，我们今天先播放了朱雅虎的部分，这句话俨然就是之后还有其他部分要播出来嘛。所以呢，黄国昌讲的是这是他做的，然后呢，张启凯是说他们是针对检察官讯问的光碟做了好几次，2个人讲的就没有对在一起了。然后黄国昌现在讲说这个叫张启凯自己对自己的争议啊，自己想办法自己去处理，所以这个态度是很奇怪。但是不奇怪，因为他以前就这样子啊，一贯的态度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处理的方式哦，他其实得罪他过去的朋友啦。所以得罪他过去朋友是说，你看哦。这个是我们讲说这个检察官江长志的，江长志过去呢，你看我这边2个部分，他之前上过2次黄国昌主持的广播节目，2023年的时候我捞出来给大家看，2023年4月11日跟2023年6月20号的时候，2次他都上黄国昌的节目去谈诈骗哦。而事实上之前呢，江长志也被视为是跟黄国昌相对态度是友善的，也就是他是朋友。那结果，但是在这一次里面呢，是江长志呢，你看林传媒这一篇。江长志是跳出来，等于是说在讲说黄国昌这个行为，说黄国昌封成大家都不认识的样子。一个朋友要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说你已经封成我不认识的样子？这话算讲得很重了吧？所以江长志呢，他是发在脆跟脸书上面这几段，其实话真的讲得很重。他说你用示范带，就算不是张启凯讲的说这是我原来的内容，就算你是示范带。他说：“你示范带，你去模拟剪接之后，你公开播出的意义就是你想要暗示社会大众，这就是真实的讯问内容嘛？你就可能会误导舆论风向嘛。所以江长志这里面还讲一句话哦，我很难想象这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江长志讲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把他当朋友，所以他才会讲出这一句。我至今很难想象这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可是江长志最后这边讲的话啊。”他说他们是正在勘验他那个模拟剪接的示范带到底恶意编辑多少地方，然后呢之后地检署会对外说明。可是他最下面的形容词就是这个检察官生活就是除了办案还要面对一堆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对黄国昌的评语跟他过去对跟黄国昌友好的态度里面，显然在这一个示范带里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圈圈里面，它就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而那个圈圈是本来跟黄国昌是友善跟友好的圈圈呐。误导舆论风向嘛，所以江长志这里面还讲了一句话哦，我很难想象这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江长志讲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把他当朋友，所以他才会讲出这一句。我至今很难想象这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可是江长志最后这边讲的话啊，
他说他们是正在勘验他那个模拟检界的示范带到底恶意编辑多少地方，然后呢之后地检署会对外说明。可是他最下面的形容词就是这个检察官生活就是除了办案还要面对一堆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对黄国昌的评语跟他过去对跟黄国昌友好的态度里面，显然在这一个示范带里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圈圈里面，它就像涟漪一样扩散开来。而那个圈圈是本来跟黄国昌是友善跟友好的圈圈呐。OK， 所以这件事对黄国昌有没有影响？我认为对黄国昌来讲还是有影响。张公，你可不可以简短评论你自己在评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不管是黄国昌跟你说跟阿苗之间，针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一些的火花，所有这些，你自己评估这件事情最后的影响会是怎么样？最后的影响啊，就是黄国昌的仇恨值再一次转嫁给国民党。对啊，真的啊，为什么？因为不能罢他嘛。不能罢他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件事，如何让黄国昌在政坛上面变得没有用，就是让国民党罢掉6个。就整个未来世界就6个都不见了。如果被补选6个民进党，这样就可以让黄国昌完全没有用，就只能咆哮，只能叫而已嘛。不然呢，就是一个转嫁嘛。刚才讲那个，其实说一句实在话，黄国昌的谎言也说多了。各位如果回看今年5月21号黄国昌上一个直播节目上面的讲话，我讲给各位听哦。朱雅虎将军，我这样子讲，如果你听过他的侦讯什么，你会怎么被检察官恐吓，你会同情他。我本来觉得这家伙是不是在辖院报复，但是你听过他的那个录音带，你会同情他。他当场还模拟检察官的口吻哦。你现在是在跟我说什么？你跟我在玩文字游戏哦，前2次放你回去，你以为今天还会一样的下场吗？你回得去，但你听听这几段跟他播的像不像？像不像？5月21号上直播节目，他还模仿那个检察官，主持人还问他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检察官吗？大概问的是林俊彦啦。他说不是。结果林俊彦是男的嘛，出来是个女检嘛，然后你仔细去看那个录影带，每一段中间会有一个停顿，那个表示你是剪接的嘛，那你说你从这一段，他当时受访的时候，他还说，我已追及2检，我已经有起手式了，5月21号。5月21号，他里面还提到一件事哦，这个侦讯光碟，一定不敢公开嘛，怎么样嘛？你说，我回去看那个整段5月21号他的采访，他模仿检察官的口吻，跟他现在所播放的带子的内容，你看他在模仿，他没有看稿哦，他模仿的时候就顺口就这样讲出来哦，那你就想，他听了多少遍，才能够不需要看稿背起来，然后可以把大概的内容口吻描述一次。所以你看到他引起的争议，还说我从头到尾都说是示范带，就告诉你啊，他是整个询问完以后，最后才讲是示范带，他不是从头到尾就说示范带哦，都不知道。所以基本上，我比较相信，张启凯说的话，我就他们听过很多次。张启凯会是第一个适用2年条款的人。不会啊，来，林涛，可是你看，包括张启凯委员，包括黄他们在讲，他们的重点就是要凸显什么，包括有没有恶检，然后不正讯问这些，但引起的这整个风波。那还会记得他们要凸显什么吗？我觉得，因为现在他们想要凸显的是2检，其实有3个部分嘛，一个是之前有到这个医院去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就去咬他出来的，然后第2个还有这个录音机关掉的，中间消失了几分钟的，然后还有这种恐吓的口吻。不需要看稿背起来，然后可以把大概的内容口吻描述一次。所以
你看到他引起的争议，还说我从头到尾都说是示范带，就告诉你啊，他是整个询问完以后，最后才讲是示范带，他不是从头到尾就说示范带哦，都不知道，所以基本上我比较相信，张启凯说的话，我就他们听过很多次。张启凯会是第一个适用2年条款的人。不会啊，来，林涛，可是你看，包括张启凯委员，包括洪他们在讲，他们的重点就是要凸显什么，包括有没有恶检，然后不正讯问这些，但引起的这整个风波。那还会记得他们要凸显什么吗？我觉得，因为现在他们想要凸显的是恶检，恶检其实有3个部分嘛，一个是之前有到这个医院去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就去咬他出来的，然后第2个还有这个录音机关掉的，中间消失了几分钟的，然后还有这种恐吓的口吻，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黄国昌主席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要凸显这个恶检的问题。那这个特殊的方式是会让人家讨论的，因为说真的，过去如果是假设他是真的话。真的内容，那现在大法官这个尤伯祥也讲过啊，这些侦讯的内容是公众有知的权利，是他真的讲过的。那过去我们的政务委员，这个罗政务委员，他也觉得就是说，如果有这种恶检的状况，应该给大家知道。那如果它是一个 AI 合成，他已经讲是一个示范带，那基本上大家更应该要关注的是，在整件事件里面，检察官有没有大家有制衡的角色？因为大家说的都是拿真的光碟出来。五哥，我讲一句话哈，因为检察官是不是一定没有问题？当然不可能。所以我们才会有监察院以前弹劾过很多、纠正过很多检察官。但是就柯文哲这一拖拉库的这些当事人来讲，我觉得他们的律师这个时候应该要发挥功能。因为每个律师都应该维护自己当事人的权益。那如果律师，比如不管是朱耀伟律师或者谁的律师，你在那个侦讯过程当中发现检察官态度不对的时候，一定要有反应。好，就算你在起诉前你怕得罪检察官，起诉后了，律师也可以有所作为。所以朱耀虎的律师应该要帮他申请个案评鉴。那如果朱耀虎不申请个案评鉴，那这算什么？OK， 来博文，来1分钟。我觉得是这个两个吧。第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就是所谓的剪辑的侦讯光碟。那如果这个所谓的剪辑的侦讯光碟，他说成是示范带，侦讯的内容本来就不能够这样的大辣辣的这样公开嘛，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第二个，如果这个是所谓的 AI 模拟生成，那就是以前那个王姓主播的脚尾翻版。苗博讲他没有错啊，所以我是呼吁这个黄国昌敢做敢当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横竖是一刀，你又要塑造一副你是正义凛然的这个形象，那到底是或不是讲得清楚？就是你所谓的示范带，到底是不是就是真的侦讯光碟里面？OK， 来林涛，3阶今天正式开打，30秒有什么呼吁吗？对，正式开打，这个各位好朋友。第1阶、第2阶过去没有关心大罢免的，那因为那已经过去了。第3阶段，现在如果中选会宣布成案，大家一定要出来成案，出来投票，而且投下不同意罢免。因为如果这个投票率没有接近50%到5%，那我觉得如果没有出来投票，大家都是危险的。OK， 来，博文来30秒。这个那个票投这个同意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我想这是我们一路以来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我希望到最后大家真的能够这个不要担心，大罢免才能大成功。如果大罢免不成功，未来大罢免会变成大反扑。我觉得这是台湾不乐见的。OK， 今天3阶正式开打，那时间没有这么多。对于蓝绿白霸团所有这些阵营来讲的话，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要怎么样能够去做出真正打动所有要诉求人心的部分，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兄弟们，我们下周见，拜拜。